先转一下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德工小米，今天过来装一个预防，这个包装挺厉害，一个箱子全部都装过来。这个预防的特殊之处呢，它是有这么一个地漏，只有这么一个地漏，供洗衣机和这个洗澡同时用。这边呢又改一个 PVC 管，改一个3通，然后延伸到这个预防的外边，供那个洗衣机下水用。这边呢要和这个预防这个底座连接好。业主自己设计的不错，买了一个3通，买了一个弯头，买了一节 PVC 管。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帮他整结实一点吧，里面打的玻璃胶，外面用防水胶带呢都给他缠好了。他自己配的这些东西啊，完全都不配套。这个单子是平台只配的，也不是报价的，也不是抢单的。这样的单子也没有增加费用，但是安装难度提升了不少。装这种预防要比我们平时装那个扇形的预防，就是没有这个底座的，花的时间最少要多半个小时。在这个调频的过程，接这个下水管，包括它这个要开口。这个底座要开口，把那个 PVC 管引出来，而且它这个墙上还有腰线，这个腰线也是要切割的。装这个底座呢，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要做好，保证100%不漏。如果这个漏水的话，你要维修的话就太难了。这个底座要拆是拆不掉的，必须把预防整体框架拆掉，这个底座才可以拿得起来。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做好以后呢，还要做一个测试，不漏的话我们再安装。这个和地漏连接的部分呢，装了一个防抽胶塞，这个胶塞特别紧。这个 PVC 管呢，就是引到这个位置，刚好旁边放洗衣机，下水管就插在这里。这个要接出来的位置呢，要切一个口。切这个口的时候，我还在考虑，这个应该用一个开孔器开的话，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但是我只有一个50的开孔器，那样的话开出来会有点大，因为这个管它不是50的，他买的是40的管，所以考虑还是用角磨机吧，用角磨机切吧，这样还快一点。切割的时候尽量打磨的圆一点，好看一点。这个活呢也算举手之劳，也涉及不到说另外收费。按我们公司的条条款款，其实切割是可以收费。装好以后呢，我们做一个漏水试验，端2盆水倒一下，看看有没有渗水的地方，没有渗漏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安装了。听这个出水的声音还是没问题的，出水挺快。2盆水过后，我们再看一下下边。我的天！下边这边是转了一个安死纹，因为这个地方呢，管口刚好拧到那里是最紧，再拧的话就过头了。底盘的部分我们做好了，现在开始组装这个框架，这就和我们正常安装预防程序都一样。这个螺丝包的螺丝呢，一共分2种，一种是固定在墙上拧膨胀管的，一种就是固定这个框架的。这个框架要提前组装的。组装好以后，我们可以整体来上。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要看它那个玻璃槽，玻璃槽要向里，和那个上下轨道能对得上就刚刚好。整反的话，这个玻璃就上不去了。组装好的这个框架呢，我们直接放在底座上。我们的底座呢已经调平了，这个以瓷砖的缝隙为参照线，然后平行测量，然后我们上下都做标记。中间的这个腰线它是凸出来的，所以这个腰线是要切掉的。切割这个腰线是最脏的，这个比切割实际的这个粉尘都大。切割的时候在下面挂了一个袋子，这最起码切下来的东西直接就落到袋子里。
还好这个腰线的材质呢也不是太硬，它切出来的这个粉末这个味道啊和就是我们那个石英石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切割好以后，我们这个外边框就可以完全贴墙了，这样我们就好安装。切割片呢就是我们平时切马桶用的这个切的话磨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用这个磨片去钢那个地砖上墙那种砖，或者那种从天然的石材，它不行，硬度还不够。这个外边框呢，一共是打3个孔，6毫米的钻头，6毫米的膨胀管，这是厂家自带的。2个外边框呢，我们提前固定好，这样我们组装好的这个整体框架就可以对着它那个槽插进去就可以。插的时候有一点难度，这个最好是从上边的角或者从下边的角先进，只要进去一个角，这个整体框架就好推了。现在我们就可以上这2块固定玻璃了。现在这个固定玻璃呢都升级了，它带着3根胶条，以前的玻璃是完全没有任何胶条的，这个固定玻璃。现在这个玻璃呢加了3根胶条，上下还有靠墙这一面全部都有胶条，应该是防止玻璃会自爆。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胶条呢，就是装在这里的，以免忽略。不过加了这个胶条以后呢，我们在推这个玻璃的时候特别的费劲，磕的我刚才手都疼了。这是固定玻璃上下2个卡扣。我们干的都是些小活，但是经常受伤，大伤没有，小伤不断。这种螺丝开扭力小的话拧不进去，扭力大这个螺丝直接就拧报废了。这是另一边的固定玻璃，我们在装这个玻璃之前呢，一定要用脚顶着这个玻璃，要不然在你装的时候，上边你在用力，下边它脱轨的话，这个还好有底座，没有底座的话就磕到地上了，那很可能就出事了，这个要小心。这2天刚换了一个喵师傅的工作服，评论区有个师傅调侃，米师傅每天不是跟狗打交道就是跟猫打交道，我还不理解，刚才我突然想到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奈何几百万人围着这2个团团转，那有什么办法？给门我们装滑轮了，有调节螺丝的一端呢向上，然后带一个弹簧按键的，这个是在下边。滑轮上下装反的我可真见过，而且不止一次。先挂好上边，然后下边这个弹簧按键，只要你一摁，它就进入轨道了。进了轨道，它还是比较松的，上面这2个调节螺丝呢稍微拧紧一点，拧到差不多就行。一会儿我们装完把手，装完胶条，这个螺丝还要用来调节这个门与门之间的缝隙。这个磁条和这个边条呢，它都一般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从上往下装，到了底部这个部分多余的就给它解掉吧。这个门的缝隙还好，没问题，就不用调了。现在我们上个2毫米的钻头，这个要开个孔，就是这个边框上，上下各开一个，这是它我们安装的时候是插进去的，大家还记得吧？所以这个要用螺丝固定，要不然这个预防整体就是活的，它会活动。就像这样，你拉的话它就出来了，你一推它就又进去了，就是这样活动的。所以要用上下这2颗螺丝呢给它固定好。扣上装饰帽，现在我们的安装工作呢基本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里边这一圈呢全部都要打胶，只要有缝隙的地方全打。腰线这一块呢不太好打，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墙呢不是呈90度，两边都是缝隙比较大，这个地方要塞的胶就多了。就这一个缝隙啊，反复的打了3遍。里圈打完，我们在外圈的边框处呢也打一点胶，防止它有水渗透出来。
但是下边的穹边和地面的那个接触面就不用打胶了。打了胶的话，它里面万一有点水，那还真出不来。长时间的话就是发霉变臭，纹身件的味道永远都是怪怪的。